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的8月19号。最近胖东来又火了，他做了一件其他老板想都不敢想的事。8月14号，胖东来发布招聘信息，公开称要公开招聘20名刑期5年以上刑满释放人员。网络上议论纷纷，大部分人拍手叫好，说胖东来有担当，但也有人质疑，这是不是对顾客的安全不负责任？一起来看看怎么回事，请看视频。胖东来首批录用的30名刑事人员，至今一个没走，一个都没走，这个结果超出了太多人的预期。8月15号凌晨，于东来发了条动态，就一句话：好的环境、好的制度、好的文化。第一批刑事人员进入岗位以后，没有一个离开，都稳定开心的工作和健康的生活着。这话说的云淡风轻，但背后的分量却很重。于东来这番话，一是回应了外界的质疑，二是宣布胖东来还要继续招。郑州店开业前，计划招100名退伍边防军人，20名刑事人员，专门设了专属报名通道。消息一出，评论区又是一阵沸腾。整体上，网友反应偏正向，但担心者有之，批评者也有之。有人就调侃说：“我想去胖东来，是不是得先服个刑？”这玩笑不好笑，而且有点刻薄。言下之意，这是在奖励犯罪。从一个侧面看，反映出一种社会心态，觉得刑事人员不配拥有好机会，尤其不配拥有胖东来这种别人挤破头都进不去的机会。但是换一个侧面看，恰恰反映出普通人对社会公平、规则秩序的朴素坚守，完全可以理解。实际上，于东来去年就给出了正面的回应。去年8月，新乡三胖店1000人招聘，他特意预留2%的名额给有犯罪史的人，原定招20个。面试时当场把30人全录了。面试现场，他说了句话：“你们已经为过去的事情付出了代价，不用觉得低人一等，好好干。”没有居高临下的怜悯，没有戴着有色眼镜的审视，只有平等的尊重。但同时，于东来这个决定是有风险的，舆论风险、管理风险、安全风险，哪一样都不小。企业专门设置了6个月试用期，实行双向选择，既给足求职者重生的机会，也守住企业的管理底线。事实证明，于东来赌对了，说明胖东来的环境真的能改造人，说明这30个人珍惜这个机会，他们用踏实的工作、安分的生活回馈了这份难得的信任。用放大镜审视胖东来招录刑满释放人员，本身就是一种挑刺，一种偏见。100名退伍边防军人，20名刑事人员，谁排在前面？退伍军人。谁的数量更大？退伍军人。这个排序和配比本身就是一种就业导向、机会杠杆。最可爱的戍边卫士，值得社会回馈与岗位倾斜，这是对奉献的嘉奖，对家国的致敬。而少量刑事人员专项名额，是对迷途者的救赎与托举。两者不是对立挤占的关系，而是并行的善意，一边守护荣光，一边托举新生。胖东来拿部分名额录用刑事人员，最大的风险不是这些人员本身，而是舆论。网上就有一种声音，有人说胖东来是在拿员工和顾客的安全做道德表演，实际这种声音恰恰是典型的道德绑架和勒索。胖东来招人时，公告里写的明白，门槛不低，报名面试流程与其他应聘者一致，不是照顾岗，不降标准。于东来明确说，对胖东来文化和认知达不到，不允许进入任何岗位。刑事人员要过的是同一道关，能留下来的得先成为一个真正的胖东来人。这叫什么？给你机会，但不会因为你的身份而放水。温柔但有边界，包容更有底线。于东来凌晨发文的那句话，道出的真相和真理是：好的环境改造人，他这个险冒得值。我始终觉得，一个企业家做他认为对社会有益的事，本身就是他应有的权利和空间。我们不妨少些恶意的挑刺，多些善意的建议。是的，确实不排除录用这么多的刑满释放人员会带来就业机会、认知惯性等等的心理不平衡，甚至有可能给企业带来安全隐患。但这恰恰说明胖东来这次冒险是有意义的。社会本来就是多元的，善意与顾虑，包容与警惕，温度与秩序，本来就需要相互平衡。普通人的就业困境值得被看见，社会的规则底线值得被守护，刑事人员的重生权利也值得被尊重。胖东来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完美无缺，而在于敢于顶着舆论争议，跳出世俗偏见，用企业的自由决策做一件温暖社会、有益民生的难事。他不一定配享太庙，但一定配得上掌声。
胖东来招聘刑事人员，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只是20个岗位本身，而是他碰到了中国社会一个非常敏感又长期被忽视的问题：一个人刑满释放以后，社会到底愿不愿意真正接纳他？过去中国企业谈社会责任，大家想到的更多的是什么呢？捐钱、扶贫、公益、助学。那么胖东来这次做的事情不一样，他不是简单的给钱，而是给一个人一份工作。这其实是更深层次的社会公益，因为给一个失业的刑事人员1000块钱，可能只能解决1个月的问题，但给他一份正常的工作，那么可能会改变他未来10年的人生轨迹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，就业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救助，而且还是最有尊严的救助。换个角度来看啊，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招聘，而是一次关于社会有没有资格给一个犯过错的人第2次机会的公共实验。胖东来真正撬动的不是20个就业岗位，而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心理死结。我们嘴上说浪子回头，但现实中到底有没有给浪子回头的路呢？如果没有路，那么所谓的改过自新其实只是一句空话。而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事件会迎来如此大的舆论反响。央视此前报道的相关招聘信息时，甚至出现了大量有前科的人员直接到于东来账号下求职的情况。说到底啊，胖东来这次真正招聘的不只是20个人，而是在招聘一种新的社会观念。一个人过去的错误可以被记住，但不应该永远决定他的未来，这才是这个事件真正值得看的地方。最后，我们一起来看看25年于东来招聘刑事人员的内部会议。个人感觉于东来的话温和亲切，很谦逊，很感动。直接看视频。他们的整个新乡的团队也有很多方面不成熟，跟你们一样，不要想那么多。但是大家只要向善，会越来越幸福，好吧？有什么呢？多沟通，不要闷在心里面，就勇敢。一直有什么问题，就是沟通解决，不就这样吗？所以说，这样的情况下呢，可能我们就说是这个结果，相处的这个结果会越来越好。他们也是从16、17岁都来这个企业，那到现在可能快30年了。对，30多年，30年了。所以说呢，他们也是那什么都不懂，来的时候学习也不是太好，但是就在这个环境当中慢慢的成长。因为毕竟每个人的心底都是向善的，即便是有的可能因为不善，也是因为遗传，也不是我们的责任，是吧？你要找责任找父母，是吧？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但是我们即便是我们身上有这种传统的不好的劣根性，这种遗传，但是我们也要知道，我们有改变的能力，我们把不好的改变了，变得好不就行了吗？对，好吧，好。你们也一样，开心的去，那你们呢也多跟他们保持沟通。好。不要就说是有些1个月啊，或者上个1个月跟他们召开一次会议。好。沟通，因为大家毕竟还是在很多方面需要，就是说是需要理解，有些长时间的可能。受这种社会的不公正待遇，导致我们可能在心理上对有些东西会失去一些信任。但是我们记着，我们都理解，好吧？好。不跟任何人计较，活最美的自己。好。好了，我相信再过几个月你们就非常灿烂啊，好吧？第二个他们有错了就承认，因为做男人嘛，勇敢，不可能永远不出错，坦荡的面对修正，然后去永远让自己变得更美更好。好，那就这样吧，我们面试，然后你们该玩就玩吧，好吧？好，希望你们快乐啊！记得将来一定请我喝酒啊！那记得我掏钱啊！行，那我过去了啊！好，谢谢啊！大家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最后，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点赞、评论、订阅，谢谢大家。